中国战略大后方布林肯正在行动，有人动摇，中国再不出手就晚了。大家好，我是肖印华。布林肯在中亚开始行动，企图动摇战略大后方。近年来，美国为了从侧面打击正深陷俄乌冲突的俄罗斯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在中亚地区制造了多起颜色革命，试图推翻中亚几个亲俄亲中的国家政权。后来中俄的迅速表态，将这场动乱得以平息。然而大半年过去之后，中亚地区恐怕难逃变局，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动摇了。从近期美国白宫发言人的一些表态来看，在结束了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布林肯没能在中国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进而转变了战略思路，瞄准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大后方中亚地区展开了行动。布林肯在2月28号抵达了中亚最大国家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纳特，与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托卡耶夫会面。毫无疑问，在去年还在尝试暗杀托卡耶夫、制造颜色革命、推翻托卡耶夫的政权的美国，没有得到托卡耶夫的好脸色，甚至之后的新闻发布会，托卡耶夫都不来了，安排了哈萨克斯坦的副总理特列乌比尔基来应付布林肯。不过在3月1号，布林肯前往了和哈萨克斯坦关系并不融洽的乌兹别克斯坦，却得到了一些意外的收获。按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在3月1号当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代理外交部长巴赫季约尔出面迎接，双方在会晤后共同发表了一份声明。巴赫季约尔声称，双方商定共同努力为商务交流、扩大乌兹别克斯坦人力资源潜力和加强中亚安全等领域创造更好的条件。仔细品一下，扩大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力资源潜力，说穿了，为乌兹别克斯坦开放更多的美国绿卡，加强交流，培养更多的带路党，渗透更多的非政府组织。而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在乌兹别克斯坦制造了一场颜色革命。这件事情多少有些细思极恐，到底是乌兹别克斯坦在冒险与虎谋皮，还是美国实质上已经完成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渗透呢？坦率地说，现在中亚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内部的对立和矛盾。布林肯在中亚展开行动，看似是一个接一个用老套话术按部就班的展开外交，实则是有意识地在刺激中亚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布林肯为什么先去哈萨克斯坦呢？这个美国不久前才尝试搞斩首行动的国家，摆明了是不可能有成果，这一点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要做这个无用功呢？如果放在挑动地区局势和国界矛盾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不一样了。布林肯可能是故意让乌兹别克斯坦看到自己被哈萨克斯坦拒绝的，因为两国之间有矛盾。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矛盾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民族的问题，更有前苏联时期被挖的一些坑。双方想要解决掉对手，没有外力的介入是完全不可能完成这个目标的，打起来谁都没有好处。而中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能力也决定了这5个国家需要找一个大哥带着往前走。俄罗斯目前深陷俄乌冲突，没有余力管中亚地区，而且俄罗斯长久以来也没有管好中亚这个大后方，甚至中国想要和中亚展开经贸合作也被十分的提防，这点可以说是中亚地区动摇的主要原因。而且美国利用舆论优势、非政府组织投钱培养代理人等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方向，动摇了其内部人员的立场。中亚地区正在面临一场巨变，美国可以在这个地区获得多大的成绩，我们现在不好说。但是中亚地区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地区，也是直接辐射中国整个西部地区。如果任由美国行动，制造冲突和动荡，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今布林肯已经在行动，中国不能再等了，再不出手可能就晚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